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数字开始。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0万公里，更精确地说，每秒299792公里。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？光每秒钟可以绕地球赤道跑7圈半。如果光从你的手指尖出发，它在1秒钟之内就已经到达了月球。下一个，月球上的宇航员看到的地球信号只需要1.3秒就能抵达，而太阳发出的光需要大约8分钟才能到达地球。所以每当你抬头看到阳光，那是8分钟前的阳光；每当你看到月亮，那是1.3秒前的月亮；每当你看到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恒星天狼星，它的光芒其实来自8.6年前。也就是说，你此刻看到的是8.6年前的它。这个速度已经快到让人类的想象力无法企及。我们造出了最快的飞机，时速可以超过1万公里，但那也只是光速的0.01%。光1秒钟走过的距离，人类最快的交通工具需要飞上整整17个小时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个速度是极限？为什么宇宙规定了一个最快的速度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物理学最美丽的理论之一里—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1905年，一个在专利局工作的小职员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时空的理解。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》，作者是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那一年他只有26岁。爱因斯坦提出了2个看似简单却颠覆直觉的假设。第一，在任何惯性参考系中，物理规律都是相同的。第二，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恒定的，不随光源或观察者的运动而改变。从这2个假设出发，爱因斯坦推导出了一个让整个人类震惊的结论：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无法达到光速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物体加速的时候，它的质量会增加。这不是比喻，而是真实的物理效应。你推一个静止的物体，让它开始运动，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克服的惯性其实就体现为质量。当物体运动得越快，质量就越大，加速它就需要更多的能量。而当物体无限接近光速时，它的质量会趋向无穷大，驱动它达到光速所需的能量也会趋向无穷大。宇宙中不存在无穷大的能量，所以没有任何有质量的物体可以达到光速。这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，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光速就像是一张单程票的车票，它的有效期永远在终点站，而所有的旅客都只能在终点站之前下车。没有任何旅客可以真正到达终点站，除非他本身就不是旅客，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受这条规则约束的存在。光恰恰就是那个不受约束的存在。光子没有质量，所以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光速运动。它不需要加速，不需要消耗能量，它天生就是光速。而我们这些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，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生命，永远被关在这座以光速为墙壁的监狱里。光速限制不仅仅是一个速度的限制，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。根据相对论，当一个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，会发生2个奇特的现象。
第一，这个物体的时间会变慢，对于它来说，外面的时间流逝得更快。第二，这个物体的长度会收缩在它运动的方向上，空间会被压缩，这就是著名的时间膨胀和长度收缩效应。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，假设你登上了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，在里面度过了1年。当你在飞船里翻开日历，翻完365页之后，你回到地球，却发现地球上已经过去了数十年，甚至数百年。你的朋友们已经老去，或者已经不在人世，而你只老了1岁。这就是动中变慢，速度越快，时间就越慢。如果你真的能达到光速，那么对你来说，时间就会完全停止，你的1秒钟将等于永恒。反过来想，如果从光子的视角来看，它从诞生的那一刻到被某个原子吸收的那一刹那，中间可能跨越了几十亿光年的距离，但对光子来说，这个旅程的时间是0。对于光子而言，它体验不到任何时间流逝，它在诞生的同时也在消亡，在出发的同时也在抵达。这不是比喻，这是爱因斯坦方程的直接推论。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整个宇宙，因为光速是有限的，而宇宙是如此巨大，所以光需要时间才能从遥远的地方传播到我们这里。这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宇宙的一部分，一个以我们为中心，半径约为465亿光年的球体。这就是所谓的可观测宇宙。但这个可观测是有代价的。宇宙的年龄只有约138亿年，所以即使是光，也不可能传播的比这个时间更远。那些在465亿光年之外的区域，它们的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。即使这些区域现在正在发光，那些光也永远无法在未来的某一天到达地球。更可怕的是，宇宙正在膨胀，而且这种膨胀在加速。那些遥远的星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，最终它们远离的速度会超过光速，不是因为它们在空间中移动得那么快，而是因为空间本身在膨胀。当一个星系的退行速度超过光速时，它发出的光就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，它将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。所以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宇宙实际上在缩小，我们正在逐渐失去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联系，而那些已经消失的、正在消失的、即将消失的星系，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们的存在。这就是光速作为宇宙囚笼的第一重含义。它不仅限制了我们移动的速度，也限制了信息传播的范围，更限制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。我们被锁死在一个不断缩小的气泡里，而这个气泡本身也在不断缩小。如果说光速限制只是让我们无法看到远方，那可能还不够可怕，但它的影响远比这深刻。它维护着宇宙最基本的秩序——因果律。因果律简单来说就是原因在前，结果在后。没有原因就不会有结果，结果永远不可能先于原因出现。光速恰恰是因果律在宇宙中的执法者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你按下一个按钮，一盏灯亮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按下按钮是原因，
灯亮是结果，按钮和灯之间有一个空间距离，光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这个按钮传递到灯。如果光速是无限的，那么这个传递是瞬间完成的。但正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，这个因果关系才得以在时空中保持正确的顺序。现在想象一个更复杂的场景，你按下按钮的瞬间，距离你1光年之外的一颗恒星突然爆发了。如果光速是无限的，你按下按钮和那颗恒星爆发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先后顺序，你可以先看到结果，再看到原因，甚至可能同时看到两者，这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。宇宙中将没有原因和结果，只有事件的随机排列。幸好光速是有限的，因果律得以维护。在任何惯性参考系中，原因总是先于结果出现，这是宇宙能够存在、能够被理解的基础。但这也意味着另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光速限制了因果传递的速度。任何信号、任何影响、任何信息都无法超越光速传播。这意味着宇宙中任何2个点之间的距离，都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延迟。无论技术多么先进，无论知识多么丰富，这个延迟永远存在。如果你想给4光年外的邻居送一封信，即使你的信以光速飞行，也需要4年才能到达，而邻居的回信还需要再等4年。一去一回，一个简单的对话需要8年。这就是宇宙中的通信延迟。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而是物理定律强加的限制。对于银河系另一端的文明来说，他们此刻发出的信号需要数万年才能到达地球，而我们今天发出的信号要等到数万年之后才能被他们接收到。在宇宙的尺度上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跨越时间的行为。前一个文明发出信号时，下一个文明可能还没有诞生。当下一个文明收到信号时，发出信号的文明可能早已消亡。这就是光速作为因果律维护者的代价，它让宇宙成为一个巨大的对话延迟系统。任何试图跨越光年的交流，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，而这个代价永远无法被消除。让我们更具体的来看看，光速的限制究竟锁死了我们对宇宙的多少认知。可观测宇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区域的集合，但可观测这个词在这里有着非常精确的含义，它指的是那些光已经到达我们这里，从而能够被我们观测到的区域。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465亿光年。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？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，在大爆炸之后，宇宙经历了一个叫做暴涨的时期。在极短的时间内，空间膨胀了惊人的倍数。之后，宇宙继续膨胀，但速度慢了下来。现在，宇宙的膨胀速度正在加速。光从大爆炸开始传播，走了大约138亿年，但因为空间本身在膨胀，光实际走过的距离要远得多，大约是465亿光年。所以，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就是这个数字。超过这个距离的地方，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。但更残酷的事实是，我们实际能看到的宇宙比465亿光年还要小，因为在宇宙历史的早期，
宇宙不透明，光无法自由传播。那时候的宇宙就像一团炽热的混沌迷雾，直到大爆炸后约38万年，宇宙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，原子得以形成，光才得以自由传播。从那之后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就开始在空间中传播，一直传播到今天。被我们探测到，这些辐射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光，它们来自大爆炸后约38万年的热宇宙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。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中存在着大量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暗物质和暗能量。暗物质是一种不发光、不吸收光、不反射光的物质，它只能通过引力效应被探测到。宇宙中约85%的物质是暗物质，但我们至今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。暗能量则更为神秘，它是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驱动力。宇宙中约68%的能量是暗能量，我们同样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够直接观测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能量的大约5%，其余95%都是我们看不见、不知道的东西。这不是比喻，这是字面意思。我们看到的宇宙只是真实宇宙的1/20，而剩下的那19分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，除非通过它们对可见物质的引力影响，才能间接推断出它们的存在。光速的限制让我们被锁在这个5%的可见宇宙里。对于那95%的暗宇宙，我们只能通过引力去猜测它们的存在，而永远无法真正看到它们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光速不是这个数值呢？如果它更快一些，或者更慢一些，宇宙会变成什么样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物理学家已经思考过类似的问题。如果光速更快，假设它不是每秒30万公里，而是一个我们能够超越的速度，那么因果律可能会受到威胁。如果信号可以超光速传播，那么在某些参考系中，结果可能会先于原因出现。这不仅仅是逻辑混乱，整个宇宙的物理结构可能会崩溃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光速更快，那么原子可能无法形成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化学元素，可能会在大爆炸中产生完全不同的组合。光速与电子的质量、质子的质量、电磁力的强度之间存在着精确的平衡。如果这些常数稍有不同，原子可能根本不会稳定存在。生命诞生的条件在宇宙中是极其苛刻的。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是在恒星内部通过核聚变产生的。这些原子能够存在，能够组合成复杂的分子，能够形成生命，依赖于一系列物理常数的精确调谐，而光速正是这些常数之一。所以，如果光速不同，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可能就不会存在，更不会由我们人类去思考光速为什么是这个值。这个想法有一个名字，仁泽原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我们存在，所以我们才能提出这个问题。如果宇宙的参数不允许生命存在，那么就不会有任何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宇宙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循环，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事实：光速的限制不仅仅是一个限制，它也是允许我们存在的条件。
反过来想，如果光速更慢，会发生什么？假设光速只有每秒10万公里，那么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的时间就不是8分钟，而是大约27个小时。夜晚将会变得更加漫长，星光的闪烁将会延迟很久很久才被我们看到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的宇宙中，化学反应可能会变慢，神经信号的传导可能会加速或减慢，生命的节奏可能会完全不同。我们不确定光速如果变化，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光速是今天这个值的情况下，宇宙允许我们存在，允许我们去思考光速为什么是这个值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些科幻作品中的概念，虫洞、曲速引擎、星际之门，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我们超越光速？让我们来诚实地说一下，虫洞是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解。1915年，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。1916年，德国物理学家卡尔·史瓦西就找到了第一个解，一个不旋转、不带电的黑洞。1916年，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·弗拉姆找到了虫洞的解。1935年，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内森·罗森合作，提出了爱因斯坦罗森桥的概念，这就是虫洞的前身。虫洞在数学上是可能的，但问题是，要维持一个虫洞的开放，需要一种叫做负能量的东西。正能量我们熟悉，它是普通物质具有的能量；负能量则不同，它是一种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东西。更糟糕的是，维持一个可供人通过的虫洞所需的负能量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远超整个宇宙的能量总量。所以，虫洞在数学上存在，但在物理上几乎不可能实现。曲速引擎来自于1994年的一个理论模型。墨西哥物理学家米格尔·阿库别瑞提出了一个假想的时空结构，在一个飞船的周围，空间向前压缩，同时在后方空间展开。飞船本身并不在时空中移动，而是空间在飞船周围流动，带着飞船前进。这个想法很巧妙，但同样，阿库别瑞的解需要负能量密度，而且所需要的能量相当于将整个木星的质量纯能化之后的100倍。所以，曲速引擎在理论上可能，但在实践中同样几乎不可能。量子纠缠是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概念，它指的是两个粒子在某种方式下纠缠在一起，即使相隔很远，对其中一个的测量会立即影响另一个的状态。这个影响是瞬时的，超过光速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限定，量子纠缠不能用来传递信息，你无法通过量子纠缠来发送一个有意义的信号，比如一段文字、一串数字。你只能知道两个粒子的状态是相关的，但你无法利用这一点来传递任何信息。所以，量子纠缠虽然诡魅，但不违反相对论，它不能用来传递信息，因果律得以维护。所以，科幻作品中的超光速技术目前都停留在科幻的范畴，它们在数学上可能，但所需的物理条件远超我们能想象的范围。我们仍然被光速锁死着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光速限制带来的认知囚笼。可观测宇宙之外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这是诚实的回答。
但基于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测。在可观测宇宙之外，宇宙很可能是平滑的、均匀的，与我们这边没有本质区别。因为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均匀的，无论你看向哪个方向，宇宙看起来都是大致相同的。但这也意味着，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与我们这里没有因果联系，它们无法影响我们，我们也无法影响它们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们是独立宇宙，不是因为它们在物理上被分隔，而是因为光速限制将我们与它们永远隔绝。这是一种奇特的平行宇宙，不是科幻中的那种可以互相穿越的平行宇宙，而是一种因果意义上的隔离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正在逐渐失去与更多区域的联系，宇宙正在加速膨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星系将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。它们不会停止存在，但它们发出的光将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。最终，地球上的观察者将只能看到银河系本身，其他的一切都将因为宇宙的加速膨胀而消失在视野之外。那时候的地球生命，如果还有的话，将无法知道宇宙曾经存在过那么多其他的星系。他们将无法通过观测来验证大爆炸理论，因为他们将看不到大爆炸的余晖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将变得太弱，无法被探测到。他们将只能看到一片漆黑中的几十亿颗恒星。他们不知道宇宙正在膨胀，不知道曾经发生过宇宙大爆炸，不知道宇宙有一个开端。而我们正好生活在这个能够看到这一切的时代。这是宇宙历史上一个短暂而珍贵的窗口期。在这个窗口期里，我们恰好还能观测到宇宙的很大一部分，还能验证大爆炸理论，还能追溯宇宙的历史。但这个窗口期正在关闭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是被宇宙选中的一代人，恰好生活在这个能够理解宇宙的时代。我们比我们的后代更幸运，我们比那些未来将出现却永远无法理解宇宙的生命更幸运。光速限制让我们只能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里理解宇宙，而这个窗口正在缓缓关闭。如果说可观测宇宙的边界是光速限制的宏观表现，那么黑洞就是光速限制在极端条件下的一次极限测试。黑洞是广义相对论的预言。当一个质量足够大的恒星燃尽燃料，发生坍缩时，它会形成一个事件世界。在事件世界之内，连光都无法逃脱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黑洞。黑洞的中心是一个起点，一个密度无限大、体积无限小的点。在起点处，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全部失效。事件世界是光速限制在极端条件下的完美体现。任何穿过事件世界的物体都永远无法返回，因为它需要超过光速才能逃脱黑洞的引力。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信号，没有任何信息能够从黑洞内部逃逸出来。这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如果信息进入黑洞后永远无法出来，那么这个信息是否就丢失了？这个问题困扰了物理学家几十年，它不仅仅是学术问题，更涉及到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根本矛盾。根据量子力学，信息不能被摧毁，这是量子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。
但根据广义相对论，黑洞会无情地吞噬一切信息，让它们永远消失。这个矛盾叫做黑洞信息悖论。经过几十年的探索，物理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，其中最著名的之一是霍金的理论：黑洞会缓慢蒸发，通过一种叫做霍金辐射的过程，将质量逐渐释放出去。在霍金的原始理论中，霍金辐射是热辐射，不携带任何信息，这意味着黑洞蒸发后，信息仍然丢失了。但后来，包括中国物理学家郭兆林在内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解释：霍金辐射实际上可以携带信息，黑洞蒸发后，信息得以保存。这个问题目前仍在研究中，尚未有最终的定论。但无论如何，黑洞都展示了光速限制的终极形态，它是光速限制在引力坍缩下的一次完美执行。在事件世界内部，所有的因果关系都被切断，任何事件都无法对外部世界产生任何影响。内部是无关的，外部是不可知的。我们不知道黑洞内部是什么，因为那里的任何信息都无法传出来。这就是光速限制的另一个维度，它不仅是速度的上限，也是信息的上限。它决定了哪些东西可以被我们知道，哪些东西永远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。虽然光速限制了我们直接观测的范围，但人类的智慧并没有被完全锁死。我们找到了一些巧妙的方法来看到光速限制之外的东西。第一种方法是引力波。光是一种电磁波，它受到光速的限制。但宇宙中还有另一种波，那就是引力波。引力波是时空本身的涟漪，由加速的质量产生。2015年，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来自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的合并。引力波的传播速度是光速，但与光不同的是，引力波几乎不与物质相互作用，它们可以穿透任何东西，包括那些光线无法穿透的区域。它们可以让我们听到那些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。引力波天文学是近几年的新兴领域，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通过这扇窗户，我们可以探测到黑洞合并、中子星碰撞，甚至可能探测到宇宙早期的引力波，那些来自大爆炸本身的回声。第二种方法是中微子。中微子是一种几乎不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，它们可以轻松地穿过整个地球，就像地球是透明的一样。太阳的核心正在产生大量的中微子，它们在8分钟后就到达地球，而阳光的光子需要数万年才能从太阳核心到达表面。中微子可以携带来自宇宙深处的信息，而不受光速限制的太多阻碍。通过探测中微子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，比如超新星的核心。第三种方法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虽然光无法直接看到宇宙大爆炸，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的余晖。它是在大爆炸后约38万年，宇宙冷却到足以让原子形成时释放出来的光。这些光携带着关于早期宇宙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够追溯到宇宙只有38万年历史时的情况。更进一步，通过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小波动，物理学家可以推断出宇宙的年龄、组成、几何形状等关键参数。我们今天关于宇宙的很多知识，
都来自于这种古老的光。第4种方法是理论建模，即使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某些东西，我们也可以通过理论来推断它们的存在。比如暗物质，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，但它的引力效应影响了可见物质的运动、星系的旋转速度、引力透镜的效果。通过这些间接证据，我们可以推断暗物质的存在，甚至推断出它的大致分布。这就像是你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但你能听到脚步声，闻到香水味儿，感受到风吹。你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任何人，但你可以推断出有人来过。这就是人类智慧的力量。即使被光速锁死，我们仍然在寻找越狱的方法，不是突破光速限制，而是找到光速限制之外的信息通道。光速限制对于我们人类的存在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它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亲自到达宇宙的大部分地方。即使我们发明了光速飞船，我们也只能到达可观测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，更不用说可观测宇宙之外那些我们永远看不到的地方。这让宇宙探索变成了一种单向凝视，我们永远只能看，不能触碰，永远只能观察，不能到达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与宇宙大部分区域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认识论关系，我们只能知道它们，不能接触它们。其次，光速限制让我们意识到，时间不仅仅是相对的，空间也不仅仅是相对的，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。时空的结构不是我们日常经验中那种平滑不变的背景，而是可以被质量弯曲、被运动改变的实体。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。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舞台上的演员，我们是舞台的一部分。时空不是中性的背景，它是主动的参与者。再次，光速限制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知识的边界。在光速限制之内，我们可以理解宇宙、设计实验、验证理论。但在光速限制之外，有什么？那些我们永远看不到、永远摸不到、永远无法与之交流的区域，它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：心外无物还是心外有物？如果我们永远无法感知某个东西，它对我们来说是否等同于不存在？对于可观测宇宙之外的区域，我们的答案是它们在物理上存在，但在认识论上，它们与不存在没有区别。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存在，但无法验证。我们可以想象它们的状态，但无法知晓。这种认识论的边界比物理的边界更为深刻。物理的边界告诉我们，光需要时间才能到达。认识论的边界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我们知道。最后，光速限制让我们重新思考距离和时间的意义。在日常经验中，距离和时间是分离的。我们可以同时存在于某个地方，也可以想象去往任何地方。但在光速限制之下，距离和时间是紧密交织的。跨越光年的距离，意味着跨越光年的时间。看到100万光年外的星系，意味着看到100万年前的他们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旅行者。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过去的影像，我们经历的一切
都已经成为历史。我们无法回到过去，无法去往未来，我们只能活在当下。而当下这个词，在宇宙的尺度上几乎失去了意义。光速限制听起来是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它把我们锁死在一个狭小的宇宙气泡里，让我们无法亲自探索星空，让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宇宙的过去而非现在。但换一个角度想，这恰恰是我们存在的意义。正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，我们才能看到宇宙的历史。星光穿越亿万光年的距离，落在我们的眼睛里，携带着宇宙古老的信息。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时间胶囊，每一缕星光都是一封来自过去的情书。我们看到的星空，不是此时此刻的星空，而是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几百万年前的星空。正是这种延迟，让我们能够追溯宇宙的历史，探究宇宙的起源，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此时此刻的宇宙，如果光速是无限的，那么宇宙的信息将是及时的、瞬时的，没有任何延迟的。我们将无法通过光来追溯历史，无法通过星光来理解宇宙的演化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光速限制不仅仅是障碍，它也是通道，一条让信息从宇宙深处传递到我们这里的通道。正是这条通道，让我们能够理解宇宙。更进一步，正是因为我们被限制在光速之内，正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亲自到达遥远的星系，我们才会发展出如此精妙的观测技术和理论工具。我们发明了望远镜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肉眼看不到的微弱星光。我们发展了相对论，让我们能够理解时空的本质。我们建造了引力波探测器，让我们能够听到黑洞的碰撞。我们发射了探测器，让我们能够触摸太阳系的行星。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，都是在光速限制的框架内发展出来的。它逼迫我们发挥创造力，寻找替代方案，发明新的工具和方法。如果我们能够瞬间到达任何地方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明望远镜。如果光速是无限的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展出相对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光速限制不仅仅是限制，它也是动力，推动人类智慧不断突破的动力。还有一点值得思考，光速限制让我们的相遇变得珍贵。银河系中有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，而可观测宇宙中有大约2000亿个星系。这意味着，即使银河系中存在着其他的文明，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可能跨越几百光年、几千光年，甚至几万光年。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进行交流，需要几十年、几百年，甚至几万年的时间。一个文明发出信号时，另一个文明可能还没有诞生；另一个文明收到信号时，发出信号的文明可能已经消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地球上的每一次相遇、每一次对话、每一次连结都是珍贵的，因为在宇宙的尺度上，连结是稀缺的，是需要跨越巨大时间成本的。光速限制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连结，都是宇宙历史中一次难得的相遇。我们彼此的陪伴，在宇宙的背景下是多么的珍贵。夜幕降临，你躺在窗边或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星空，
那些星星看起来只是微弱的光点，但你知道，它们每一颗都是一个太阳，可能比我们的太阳更大、更亮、更热。它们周围可能存在着行星，行星上可能存在着生命。这不是必然的，这是无数个偶然的叠加。宇宙的常数稍有不同，生命可能就不存在。如果银河系的位置稍有不同，地球可能就无法形成。如果地球上没有那一系列的偶然，生命可能就不会演化出智慧。而我们恰好就是那个智慧，那个能够仰望星空、思考宇宙的智慧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突破光速，可能永远无法亲眼看到宇宙的边缘，可能永远无法与银河系另一端的文明交流，但我们可以思考，可以想象，可以理解。这就是我们与宇宙的关系。虽然被光速锁死，但我们仍然能够理解宇宙。虽然永远无法到达，但我们仍然能够知道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比到达更了不起。一个到达遥远星系的外星文明，它们可能只是物理地存在于那里，但我们被锁死在光速之内的我们用思想跨越了光年的距离，用理论理解了时空的本质，用想象填补了观测的空白。我们不是囚犯，我们是思想家。光速限制锁住了我们的身体，但锁不住我们的思想。